今天的天气不错，咱们去城东郊外看看我的牧场。好呀，王妃，咱们都好久没出门了呢。是吧？等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去西市逛一圈，看看有什么新鲜货。好的，王妃，我去准备准备。沈妃穿戴好之后，就来到了两个小妞妞的房间。默默，咱们今天去城外，给花花和小叶子都穿上连体裤。王妃，我这就取过来。沈妃点头，然后看着摇篮里的花花。花花，你这么可爱，给你穿个小乌龟的吧。花花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沈妃，沈妃也没有挪开视线，反而是兴味更浓了。沈妃心中有个猜测，就是想不断地试探，到底是不是他。花花被看得很不自在，翻了一个身，侧躺着，不再看沈妃。沈妃勾起嘴角，小样，心虚了吧？倒是旁边的小叶子见到沈妃只和妹妹玩，不同意了，于是啊啊的叫了几声，唤起沈妃的注意力。小叶子，一会儿穿新衣服啦，还是小青蛙的哟。小叶子非常捧场，咯咯的笑了出来。小叶子，你喜欢是不是？是啊，真乖。沈妃摸了一下小叶子的嫩脸蛋，漫不经心的开口：哎呀，这真小孩和假小孩有了对照，还真好区分呀。花花的身子僵硬了一下，然后屁股又拱了一下，就是不和沈妃对视。沈妃也不计较，哈哈哈的笑着走了出去。彩霞，小福宝起来没有？咱们要出门喽。王妃，徐总管说世子马上就到。小福宝穿戴好之后就来和沈妃会合了，没想到竟然在大门口碰上了三皇子和三公主。六皇上，你们这是去哪里呀？我们打算出城去郊外。两个小妹妹也都去吗？带他们出城玩一玩。他们能去，那我也能去。沈妃心想，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？我是小妞妞们的妈妈，我当然可以决定，但你是公主，还是皇后的嫡公主，我怎么敢做决定？三公主，出城不是小事，还是要皇后娘娘同意才行。我看要不然下一次你得到皇后娘娘首肯，再和我们出城吧。老嬷嬷也不敢同意，毕竟出宫来荣王府玩耍就在皇城隔壁，非常近，但出城就不一样了。六皇上，你们出城是去哪里啊？去城外看看牧场。那我也去，我更要去。不行，这次就不带你们了，没有皇上和皇后的旨意，我可不敢带你们出门。三皇子很失落，小眼神里都是对沈妃的控诉。这次去不了，还有下一次呀。我的牧场还没有开始建造呢，现在都是荒地，你们去了也没用。等我建造好了，再邀请你们正式参观。六皇上，你不带着我们，就是怕我们有危险罢了。可是花花和小叶子这么小，你都能带着，带上我和三哥又怎么样嘛？谁让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呢？我也决定不了啊。还有，你们父母都是大禹朝最尊贵的人，你们俩呀也都金贵。说完，不和三公主和三皇子多说，直接吩咐道：走，咱们上马车，出城去玩。三公主想不到沈妃就这么扔下她了，三公主气得跺了跺脚，在心里暗骂沈妃坏女人。和三公主一起出门的老嬷嬷也皱眉，她虽然满意沈妃怕危险不带三公主出门的好心，但是觉得沈妃要是真的识大体，今天就不应该出门。三公主和三皇子都来了荣王府，荣王妃就算有天大的事都要放下，留在王府好好的招待公主和皇子。像现在兴高采烈的出城玩，太不应该了。还有说什么三公主不是她的孩子，难道她还肖想皇后的位置不成？老嬷嬷看着远去的马车，觉得必须要把今天的事告诉皇后才行。空气真好啊。沈妃张开双臂感受微风，然后向前跑去。娘，等等我！小福宝迈开小短腿，像个小炮弹一样追了上去。王府的护卫们看到面面相觑，府中的主子还真特别。护卫轻轻一抬脚，就落在了沈妃和小福宝前面。沈妃跑了一会儿，出了一身汗，她也觉得自己堕落了。这些天在府中不动，身体都僵硬了。江儿，那边的山是什么山啊？王妃，那边就是宝华山，不过咱们这是山后，
您没看出来？宝华山？那岂不是宝华寺就在这里？是，王妃想要去宝华寺，咱们要绕过去。不用，我没有愿望要求菩萨的，就不去了。哎，江儿，那个小亭子是哪里啊？王妃，那个是霄云观。沈飞想起来了，去年他来上香还见过呢，只不过没有上去。走吧，咱们也过去看看。沈飞刚才看江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开口问道：江儿，那个霄云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去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霄云观在8月份的时候就被查封了，整个霄云观的道人被清洗了一遍，听说是有假道士混入其中，借机敛财，坑骗了普通的老百姓。到了今年，霄云观才正式又开放了，但经过假道士坑钱的事儿，现在霄云观的香火没有从前旺盛了，威望也损失了不少。沈飞点了点头，轻轻地哦了一声。沈飞一下子就想到了乔杉，他记得那时候乔杉格外在意金丹的事，还有后来乔杉请假离开的日子，时间都对得上。还有回京之后听到的消息，皇上还昏迷了一段时间。沈飞觉得这其中一定有关联，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内幕是什么。不过现在霄云观都已经重新对百姓开放了，应该也没事了。和沈飞一样，小福宝也在想着霄云观的事，他知道的要比沈飞多一些。给皇上炼丹的道长就是清风道长，也是从霄云观出来的。皇上那时候虽然是纵欲过度，但也有吃多了丹药的原因，身子太亏了。而巧合的是，后宫的张美人和清风道长都是唐国公的人，两人是一起合伙想要败坏皇上的身体。好在这些人都已经被处死了。不过霄云观敛财和朝廷的官员有勾连，到现在还没有查清，只抓到了几个小虾米。小福宝想到这里，不满意的皱紧眉头。皇上办事也不行，就这么点事儿还磨磨唧唧的，人到现在还没有定论，是不是给忘了？小福宝觉得他忘了这件事情有可原，毕竟那时候他太担心娘亲的安危，着急去北地寻人。可是皇上就不应该了，一天天的不干正事儿。小福宝觉得今天回去之后还是得进宫一趟，给皇上紧紧皮。马车到了山脚下，沈飞一行人终于是下了马车。走吧，我看霄云观也不远，就在半山腰，咱们爬上去。娘亲，我爬一半吧。不用了，这么高，你腿太短了，耽误事儿。江儿，你来抱着狮子。江二也不反对，直接走过来把小福宝抱了起来。小福宝很无奈，好吧，他确实是耽误事儿。这时候两辆马车已停在山脚下，然后从上面走下来一个中年美妇人。美妇人看到沈飞王府的标记，急忙过来行礼。臣妇曹氏拜见荣王妃。你是谁家的夫人？啊，臣妇的相公正是礼部尚书左安怀。三公主带了老嬷嬷气冲冲地回到坤宁宫。此时皇后和太子妃两人正在聊天。太子妃，你要注意些，现在身子要紧。至于太子后院那些女人，现在不必管，不管哪个女人受宠，都越不过你去。姑姑你放心，我明白的。母后，你要给我做主。柔儿，你不是去荣王府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母后，六皇婶今天出城了，要去郊外玩，我想要她带我去，她不肯。皇后听三公主这么说，眉头一皱。太子妃对小福宝的印象很好，因为太子总在太子妃面前夸她，加上她上一次抱了沈妃生的小郡主，然后就被诊出了有身孕，太子妃对沈妃这个皇婶的印象就不错。她听三公主这么说，就开始打圆场。三妹，母后同意你去荣王府玩，但出城也是太危险了，没有母后的旨意，六皇婶确实不敢轻易的带你出城。皇后听到太子妃这么说，眉头也松开了。你大嫂说的对，我是准你出宫玩，但是出城不行。千柔，你是公主，出了京城也是很危险的。可是六皇婶这次把两个小妹妹都带去了呢，就没有带着我，她们那么小都没有危险，带上我和三哥又怎么样？三妹，六皇婶是出了名的宠孩子，到哪里去都必须带着孩子的。但
大嫂，你今天为什么总是帮着六皇婶说话？她有没有给你好处，你就这么帮着她？太子妃有些尴尬。皇后见小女儿向侄女发脾气，知道她是迁怒了，也是非常头疼。想到太子妃还有身孕，就开口道：太子妃，别和你三妹计较。母后没事。哼，你们都不帮着我，讨厌。太子妃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去好好养着。太子妃也正好不想当三公主的出气筒呢。三公主是皇后的亲女儿不假，但自己还是太子妃呢，是她大嫂。三公主显然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。母后，您函告退了。你呀，就算心里有气，那也是沈妃招惹你的，干嘛把气撒在你表姐身上？我是公主，表姐从前没有嫁给大哥的时候，可是很巴结着我呢。可是现在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还一直帮着沈妃说话。三公主骄横惯了，有点不顺心的地方就不开心。皇后不想侄女和女儿两人有疙瘩，只能是转移话题。六嬷嬷，你说说是怎么回事？六嬷嬷是三公主身边的老嬷嬷了，也是从小照顾三公主的，于是她就把沈妃的话描述一遍。皇后娘娘，奴才觉得荣王妃太过托大了，仗着皇上看重荣亲王，就不把三公主放在眼里。奴才是觉得荣王妃什么时候去郊外牧场都可以，这也不必赶在三公主到访的日子吧。还说什么她不是三公主的娘，那奴才听了都气得浑身发抖。皇后本来没有多生气，听到了柳嬷嬷的话，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。大胆！荣王妃她真这么说的？是啊，皇后娘娘千真万确，老奴可不敢撒谎。这是岂有此理！看来要给那沈妃一点教训了。来人，去宣荣王妃进宫。徐嬷嬷眼神锐利地扫视了一下柳嬷嬷。皇后娘娘息怒，荣王妃那人从小就在北地长大，就和荣亲王一样都是草包，肚子里还真没半点墨水，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说了冒犯的话。柳嬷嬷想开口，被徐嬷嬷锐利的眼神给吓住了，于是没有继续拱火。娘娘，荣王妃这人有多不靠谱，您从前也是听说了，倒是她这次没有答应三公主，奴才认为还要感谢她呢。哦，什么意思？皇后还是很信赖她的奶嬷嬷的。奴才就怕荣王妃是个人来疯，她自己出去犯险不要紧，可别带着公主去。好在她这次没有答应三公主，知道轻重，否则三公主和荣王妃出城了，遇到了危险，娘娘岂不是更担心？皇后听到之后确实是这个道理，刚刚的怒气也少了一些。虽然还是看不上沈妃，毕竟她从前就不喜欢她，但也没有想要把沈妃叫过来惩罚一顿的想法了。虽然她是皇后，身份比沈妃高多了，但是要是贸然的处罚了荣王妃，没有个十足的理由，她也非常难办。现在被徐嬷嬷这么一说，觉得刚才有些冲动了。徐嬷嬷，连你也不帮着我吗？三公主怎么会呢？三公主金尊玉贵，可不是荣王妃能比的。她的命不值钱，可三公主不一样。三公主听到徐嬷嬷这么说，也得意地翘起嘴角。母后，那以后你多派一些人保护我，我就可以随时出城玩了。好好好，下次让你大哥带你出城。你是皇家的公主，皇家的威严要有，不是哪个乡野村妇能比得上的。徐嬷嬷见到终于把皇后和三公主都劝住了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她真的怕皇后娘娘想不开和荣王妃对着干，因为她心里没底，不知道皇上会帮着哪头。上次去了荣王府，她就看出来了，皇上非常重视荣亲王一家，特别是荣世子。没见到先帝的物件都给了荣世子用了吗？还有太子见此也一点嫉妒心都没有，这就是荣世子的厉害之处。要不是荣亲王一家不适合进宫住着，皇上没准都能把那一家接到皇宫里。可是反观皇后娘娘，除了初一和15，皇上都想不起来到坤宁宫。皇后这时候更应该看清局势，不要和荣王府作对才是。柳嬷嬷非常失望地出了坤宁宫，没想到却被徐嬷嬷给叫住了。柳妹妹。哦，徐姐姐，有事儿？
徐嬷嬷仔细地打量柳嬷嬷，同时也在心中思考，柳嬷嬷是什么时候调到三公主身边的？应该是三公主2岁的时候吧。那时候伺候三公主的奶娘莫名就死了，她就找了这个柳嬷嬷。倒是没看出来呀，也是个带爪子的人。不过这么多年都老老实实的，为什么今天突然这么做？柳妹妹的话太多了些。我也是实话实说，没有半点虚言。呵呵，希望柳妹妹以后还是如此。柳嬷嬷扶了一礼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柳嬷嬷知道她已经暴露了，就是可恨今天的计划没有成功，让徐嬷嬷给破坏了。徐嬷嬷这时候叫来了坤宁宫的总管，李父，找几个小太监查一查这个柳嬷嬷，仔细盯着她的动作。李总管在坤宁宫外面吆五喝六的，但是在徐嬷嬷面前还是很听话的。嬷嬷放心，我这就找人跟着她。徐嬷嬷点头，安排好了一切，就想返回皇后身边。想到皇后的脾气，李父，再去太医院请个太医给娘娘把脉。好的，我这就把陆太医请过来。不用，这次换宋太医过来。是。原来是左夫人，来，快请起。曹氏站直身体之后，仔细打量荣王妃，发现她和女儿的年龄差不多。这人的运气啊，不服都不行。当初被人嘲笑的唐三公子，现在竟然成了荣亲王，而他娶的寡妇竟然成了荣王妃。荣王妃怎么来了霄云观？正巧今日无事，出来玩耍，看到了霄云观，就想上来看看。曹氏听到沈妃是第一次来，就算心中看不起沈妃，也不敢得罪。这霄云观嘛，我从前来过好几次，倒是去年被查封了一段日子，今年才开放不久。听说里面重新修建了，正巧咱们可以一起看看有什么变化。好呀，正巧我也是无聊，有左夫人陪着我，也有个伴。曹氏点头，然后看向后面的马车。乐轩、乐涵，快点下来。沈妃也顺势看了过去，就看到2个20多岁的小姑娘。见过荣王妃。左夫人好福气啊，2位千金都是好容貌。于是沈妃就和曹氏一起向山上走去。终于到了霄云观，沈妃还有些喘。终于上来了。在山脚下看真的不大，就是个小亭子，没想到上面这么气派。里面更气派。我父亲从前很喜欢来霄云观，去年道观被封了，我父亲可是骑了好久呢。沈妃眼珠一转，这个左安怀不对劲儿啊，见不到左安怀，有他女儿也不错。沈妃心里有个猜测，她漫不经心地来到左乐轩的身边，轻轻地拍了一下左乐轩的肩膀，顺便拿了几根他的头发送进空间里。乐轩妹妹，到了里面就需要你帮我介绍介绍了。没问题，霄云观我们一家都很熟悉。在后面扶着曹氏一起上来的婆子眼中闪过寒光。大小姐今天的话太多了。我也是老了，这身体呀，就是赶不上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这才走这么一会儿，就喘得不行。左夫人哪里老了？咱们俩站在一起，一看就是姐妹呀。曹氏都快40的人了，听到沈妃说2人是姐妹，也是笑了出来。曹氏比左安怀大，她要是成亲早，生的孩子可能都比沈妃大了。曹氏现在觉得沈妃这个荣王妃太好接近了，和她相处起来很融洽。哎呀，王妃也是好福气啊，这小世子和小郡主们都长得那般可爱。曹氏身边的婆子看到小福宝的时候，双眼微微眯了起来。小福宝感觉有人在看自己，探寻的四处环顾，没有发现人。他扭了一下小脖子，总感觉不对劲，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。山上的香客三三两两的，没什么异样。很快，沈妃就和曹氏等人一起往里面走。沈妃在这期间也拿到了曹氏和左乐涵的头发。至于为什么要拿2人的头发，那就是沈妃觉得多多益善。她也是发现了，来大禹朝做 DNA 实验，总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她实验室里的样本太少了，要是多来几个，那才有意思呢。曹氏不愧是来过几次的人，道观里的道人还是认识他的。左夫人，听说这道观重修了，那这里的道人有变化吗？
人是换了不少。沈飞点点头，不再继续询问。沈飞也是发现了，道观和寺庙不一样。去寺庙，小沙弥和小和尚还会引导香客，可是道观主打一个随意，他们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强求。沈飞就是来参观的，也没有想求的事，所以并未去上香。曹氏就不同了，所以2队人马就在山上分开了。荣王妃啊，那我们就失陪了。好，左夫人随意。沈飞要的头发已经到手，确实是没必要继续陪着他们。江儿，找个人去打探一下，看看曹氏他们都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。是，王妃。娘亲，我不喜欢这里。小福宝自从上山之后就不是很舒服，他总觉得这山很奇怪。好，咱们看看这山上是咋回事，就下山离开。小福宝看到沈飞坚持，也只能点头答应。片刻之后，霄云观的道长亲自出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几个小道士，正是那个留着长胡须的张道长。不知荣王妃亲临，多有怠慢，还请恕罪。无碍无碍，我们也是凑巧，今日来山上逛逛。张道长听到沈飞这么说，就知道他不是来做法事的。宝华山的景色不错，王妃可以好好的游览一番。沈飞微笑点头。他虽然很想薅一根老道长的胡子，但没有十足的借口，也不敢行动。他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，总想做实验。也是奇怪。沈飞和张道长寒暄几句之后，张道长看了一眼小福宝。这位就是荣世子吧？是我的仔仔。贫道观小世子的容貌，剑眉星目，伏羲骨，耳垂结实，有此相貌，贵不可言呐。小福宝心想，老子上辈子就长这样，当了一辈子的皇上，当然贵不可言。我的仔仔长得好，道长很有眼光。张道长心想，这荣王妃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啊，真是太单纯了。不过这样也好。不知这小世子的生辰八字是什么？贫道可以免费为王妃算上一卦，或许可以帮助世子更上一层楼啊。沈飞并没有像是见到宝华寺的恩惠大师那样，还让他给仔仔看面相。如今这个老道长却是自己提出来了，上杆子的都不是好买卖。小福宝一听这个老道长问自己的生辰八字就着急了，他紧紧握着沈飞的手，就怕娘亲不防备给说了出去。道长算得真准，他爹是亲王，他伯父是皇上，他哥呢是太子，正好应了道长的话，大富大贵。我这人不贪心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，八字就不用看了。张道长探究地看着沈飞，他不明白，他都已经说得如此直白了，荣王妃怎么还不懂？难道他不明白贵不可言的意思吗？荣王妃啊，贫道观小世子的相貌可以达到那至高无上的位置啊。不过时也命也，还需要知道小世子的生辰八字才更好确认。道长，有些话出你口过我耳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老道长这时候确认了，荣王妃不是听不懂，而是不心动。他不明白小小年纪的荣王妃为什么不上套，难道是因为他和那荣亲王一样都是草包，才不懂皇位的重要性？不急不急，大的不行就找小的。他听说小世子早会，一定能听懂他的意思。于是张道长弯下腰想和小福宝说话。小福宝看着张道长可恶的脸，伸出小胖手薅了几根张道长的胡子，紧紧地攥在手里。沈飞看到小福宝手中的几根白毛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蹲下身子握住小福宝的手。仔仔怎么能随意薅人家的胡子？沈飞悄悄地把那几根胡子放进了空间实验室。张道长，很抱歉，孩子不懂事。张道长看了沈飞和小福宝一眼，就觉得明明很好忽悠的人，莫名就有些难缠，一时之间竟然分不出是真傻还是假傻。无碍无碍。这时候从后院走过来一个中年道长，他脚步匆匆。师父，左夫人要做法事，还需要您在场方可啊。道长有事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老道长点了点头，然后就带着中年道长离开了。王妃，那几人中有人会功夫。好，
这你都能看出来。不过我也听过，有些道士都是会些拳脚功夫的。不是普通的功夫，属下见那几个年轻的小道士脚步轻快，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。沈飞看了一眼萧云冠，也是觉得今天来得太匆忙了。走吧，咱们尽快下山。还有，派个人去把江儿等人找回来，不必查了。是。然而沈飞等人还没有离开，就听到了后院的打斗声。夫人，你们先下山，我过去看看。然而这时候已经不用沈飞等人去查看了，因为江二三人正在和一名白发女人打在一起，已经上了房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个穿着道士服的年轻人也开始加入其中。沈飞看着白头发的女人，莫名的想到了曾经见过的一个人，一个叫英姑的女人。娘亲，咱们快下山吧，山上不对劲。王妃，咱们走，江二等人逃跑是没问题的。好，咱们先下山。沈飞一行人就转身想往山下走，可是他上山也带了不少人，不仅有护卫，还带了一些婆子和奶娘，这些人都是跑不快的。这时候来霄云观上香的村民也发现了不对劲，于是一下子也乱了起来。村民们立即就开始往山下跑，有匪徒打架，他们这些人也要尽快躲起来。夫人和婆子先散开，可以分开跑，到了山下或是回城再会合都行。王妃，你们带着世子和郡主先走，我们自己能行的。好，那就分开跑。于是沈飞就带着小福宝和护卫们一起急忙往山下赶去。可是到了道观门口，发现张道长已经带着几名年轻的道人堵住了门口，那些普通的村民已经逃了出去，就是王府的奶娘和婆子都逃了出去。荣王妃，请留步。不知道张道长这是什么意思？贫道还想问问荣王妃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派人探听我们霄云观呢？张道长误会了，我的手下并没有探听霄云观的意思，来了宝华山不过就是游玩一番罢了。倒是霄云观有什么事是需要藏着掖着的？张道长阻止本王妃下山，难道霄云观真的做了什么不法勾当？王妃真是好口才呀，竟然反口就是污蔑人，毁我霄云观的名声。哼，张道长错了，我可没有胡说。我听说你们霄云观被查封了好一段时间，这也是才刚解封不久，你们名声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好一个尖牙利嘴的荣王妃呀！好久不见呀，英姑。哦，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记得你厄运在我家门口，还是我把你救回去的呢，最后还送了你银子。这个英姑好像是挺厉害的，江二他们都不是她的对手呢，所以先套套近乎，看看好不好使。哼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个有造化的人，从一个普通的小村妇，一下子跃迁成了荣王妃，哼，还真不简单呀。哎，这也是我命哈，找个相公是皇子，我这身份也就跟着层层往上涨。嘿嘿。沈飞一边说着软话，一边在查人数，看看自己这边的人能不能打过这些道人，就是不知道后面的房间里藏着多少人，情况有点不妙。荣王妃还真是能伸能屈啊，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放过你吧？你也知道我是荣王妃，我的身份摆在这里，动了我的后果你们担不住。再说了，我和你们无冤无仇的，咱俩还有救命的交情在，我想不出你们为难我的原因。这本来呢可以放过你，可是谁让你成了楚家人？该死，这还是皇家的仇人啊！沈飞身子向小福宝挪动，想要挡住小福宝。仔仔可是楚家人呢，谁料英姑也看到了地上的小豆丁。楚成燕，